请进。钟大夫可有休息好？我们家小姐让厨房备了些茶点，特意送过来给你。想不到你如此关心我。想不到你恢复得这么快。我是怕你担心，所以当然要恢复得快一些了。你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，担心也是应该的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是为了救你，我是死是活，你都不担心吗？钟大人该不会认为对我们有恩，说话就可以这么冒失了吧？你竟然对恩人如此无礼！恩人说话也要有分寸啊！我劝钟大夫说话还是小心为妙，免得罪奏临批。你也少说两句吧。若不是钟大夫冒死相救，你哪还有机会在这儿多嘴？既然钟大夫已经没有大碍，是不是应该尽快替高大人他们排除余毒？你除了关心高恒，就没有其他问题想问我的吗？我有什么该问的吗？啊，你看我怎么都忘了，应该准备谢礼。小妍，快去让账房拿谢礼来。哦。你竟然把我当成如此贪图谢礼之人，实在是太侮辱人了。告辞。什么？我说错话了吗？他为何如此生气啊？谁知道他在气什么？他过去虽然冒失，可也不至于这么理直气壮。今日醒来后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，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肯定是被那天那道雷给劈魔怔了呗。真希望他自己能把自己的病也给治好，要不然就……奇怪，他怎么会不问梦境的事？难道我用错了方法？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我一定让念儿想起我来。什么？钟云飞发现你了？我跟踪钟云飞这么多天，他一直没有感应到我的妖气，怎么今天就变了？他怎么会突然恢复了灵力，能感应到妖气了？我也觉得奇怪呀。按理说，钟云飞如今应该是越陷越深，灵力应该是更加虚弱才对，除非发生突变，才会不减反增。哎，会不会是天道在暗中相助，用天雷把他的脑袋给劈醒了？哼，蠢货！就算我再怎么鄙视天道法规，也不信天道敢为了维护钟云飞坏了自己的规矩。否则，天道还有什么资格装腔作势，以维护人界正义而自居？这阵子，钟云飞除了因伤凡人被天雷劈了之外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，怎么会这么反常呢？猜不出来就别猜了。我已经把王府取的元神封印在徐浩庭的身上，只要钟云飞发现想杀白宁宇的人是徐家，肯定能让他们兄弟相残。如此双管齐下，钟云飞的道心再怎么坚定，也得崩溃。我不能杀了你这个情敌，整整你总行吧？
钟大夫，今日这刑针如此疼痛，是不是血脉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唉，其他人的余毒都已经排清，高大人虽然中毒过深，可是也不应该会这样。唉，我觉得，钟大夫，有话还请直说。方才我检查了高大人的脉象，气血相当的紊乱。我想，应该是平时过于劳心，导致余毒未能排出。大人，吉凶之事我会盯紧观察，您就别费神了，还是专心休养，以身体为主。公务之事只是伤神，情爱之事才是烦心啊。高大人，若您想早日康复，最好暂时避戒女科，暂时戒掉情爱之事啊。钟大夫果然医术高明啊，居然能通过这脉象看出我的心事。我就遵听你的叮嘱，静心休养吧。钟大夫，人疯也就算了，心眼儿怎么这么小啊？这种男人，本事再大我也看不上。原本我还为了该怎么跟他道歉的事而感到烦恼，这样正好，免得大家见面尴尬了。明明是他自己阴阳怪气的，你干嘛跟他道歉呀？照理说，他都不计较我们误会他下毒的事，应该气量挺大的才对呀。怎么会为了芝麻小的事变得这么别扭？人疯心也疯，疯子的心思，我们正常人哪里猜得透啊？算了，惹不起，躲得起。我们以后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，免得一不小心又惹他生气。耿将军，啊，高大人的余毒清楚了吗？大人这几天太过劳心，毒素难以清除，还需再静养几天。哦，我特地炖了药膳，让高大人滋补，还请将军带路。很抱歉，钟大夫吩咐大人别见客，这样才能专心静养。姑娘就先请回吧，等大人痊愈了，自会登门致谢的。见不到高恒的人，我看你怎么关心他。在我身上，你钟云飞根本闻不到妖气，还怕你不上钩吗？你说什么？朝廷册封的公文很快就会送到御园。不仅如此啊，听说皇上御赐的匾额随后也会送到。哎呀，看来查魁的事情真是很难改变了。再难也得阻止白家收封。爹，可现在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得下狠手才行。确实，只有孤注一掷才能够扭转局势。那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如果白家遭灭门，御赐匾额还能送得出去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么做可就太冒险了。
耿倩可不是吃素的，你别看他表面上在追查下毒的凶手，谁知道他暗地里会不会派人保护白家呀？真要是让他抓住把柄，我们的命不都得搭进去吗？你要是怕死，就别参与。富贵险中求，这把我们非赌不可。哎，要赌你们赌啊，我可赌不起。脚都湿了，还怕下水吗？关大人如果现在收手，难道就能够全身而退吗？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畜生！天界尊者岂能容你们如此猖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真的是天界尊者？怎么，还不信啊？谢，您别挥袖子了，再挥袖子，这房子就要塌了。尊者应该降妖除魔才对，怎么管上人间的事儿了？我非要管这个闲事儿，不行吗？当然不行，你再怎么蛮横，也不能破坏天道的规矩。尊者冷静，我想怎么做，你还管不着。你们这些人为非作歹，还敢跟我讲天道？请尊者原谅。是啊，尊者，我们一定改邪归正，请尊者饶命。饶了你们的狗命不是不行，但是我要看到你们改过向善的诚意。那尊者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证明诚意？我们立刻就做。很简单，只要你们主动投案，把勾结官府、陷害白家的恶行告诉高恒，我就饶了你们。你倒不如再挥一下袖子，把老夫弄到天上去，再摔死得了。嘘，爹，我们现在主动投案，还有活命的机会。你难道想现在就死吗？多谢尊者不杀之恩。儿子，儿子！儿子，徐浩庭竟然是父曲的元神转世。肯定是天道，肯定是天道，否则徐浩庭怎会与白宁宇为敌？告诉你，别得意。就算徐浩庭是父曲的转世，只要与念儿为敌，就算是兄弟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真可惜，我装了半天，还是没能以绝命毒蛇杀了那个可恨的尊者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的胆子也够大了，居然敢跟神仙斗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自首也是死路一条，还不如硬拼一把。你确实有胆识。刚才我被打伤的时候，立刻劈下天雷，这说明老天爷不许他伤害凡人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他。没错，他再敢管闲事，就算我们对付不了他，老天爷也会劈死他。可就算他不敢亲手杀了我们，可如果他找高恒告状，我们还是难逃一死啊！
这怎么又来个神仙呢？这贫道福天乃修道之人，并非来自天界。福天道长突然驾临，请问所谓何事啊？贫道算得天机，发现降魔尊者钟云飞违反天道，擅自插手人间恩怨，贫道岂能袖手旁观？那道长是来帮我们的吗？你与钟云飞溯源未解，贫道只是顺应天意而已。我跟钟云飞有什么关系？还请道长坦白相告。等你看了通天镜，就知道来龙去脉了。这个女子怎么跟白宁雨长得一模一样？这个女子是钟云飞的爱侣念儿，如今元神转世，变成了白宁雨。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当初钟云飞害死了念儿，一直心中有愧，如今发现白宁雨有难，便出手相助，以求得心安。因为你们与白家作对，所以变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哼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要替白家出头。道长，为什么镜子里的男人和刚才的尊者完全不一样？那是他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化形了。道长，钟云飞和那个钟大夫太像了，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正是他，他就是为了接近白宁雨，所以才化成江湖郎中的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他那天打伤我，也和今天一样，遭到了雷劈。至于你，前世就是钟云飞的生死兄弟王富曲，钟云飞今日化形冒充的人，也便是他。真的吗？果然跟刚才的尊者一模一样。他竟然冒充我的前世来打压我，卑鄙无耻！浩庭啊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与你也有师徒之情，所以才会赶来帮助你报仇雪恨。这也太玄乎了吧！我还是很难相信，能否请道长再说的详细一点？当年钟云飞背信弃义，害得你含恨而死。由于因果循环，所以现在你们才成为仇敌。想不到他钟云飞满口仁义道德，却做了出卖兄弟的事儿，卑鄙！哼，我就是看不惯他假仁假义，所以才会出面干涉，好让世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钟云飞法力无边，道长有把握对付他吗？以我的道行，本来很难与钟云飞一较高下，怎奈他如今作茧自缚，灵力大不如前。只要徐浩庭愿意听从我的安排，定能稳操胜券。就算我相信道长的话，也听您的吩咐，可是我现在只是一介凡人，怎么有能力去帮助道长对付钟云飞呢？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就算是天界的人也难逃这个法则。既然上天有意安排你与他为敌，就是要让你亲手讨回这笔血债。只要你有决心，我就有把握帮你报仇雪恨。钟云飞欠的债必须得还，还请道长助我讨回公道。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昨天咱们去探望高大人的时候，高大人还有说有笑，今天怎么就突然恶化了呢？连剑客都不行了。确实很奇怪，
听说别的人都已经恢复正常，各自回家休养了，为什么只有高大人变得越来越严重？肯定有问题。你觉得有什么问题？虽然我这么说有点忘恩负义，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钟大夫在暗中捣鬼。你成见太深了。你仔细想想啊，自从他出现之后，发生了一连串的祸事，而且每次解围的人都是他，这会不会太巧了？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这些巧合确实可疑。何止是可疑啊，简直就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。小姐，你想啊，既然这蝎石粉这么罕见，那为什么全城的大夫只有他能解毒？而且我们是突然遇上杀手的，为什么他会刚好出现在那里？啊，最奇怪的是，他早上才跟你怄完气，接着高大人的病情就恶化了，真是想不怀疑他都难。我还是不相信他是这么阴险的人，更何况他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为什么要花心思做这些事啊？英雄救美呗。他如果不是想利用救命之恩让你喜欢上他，那他干嘛莫名其妙的跟你赌气啊？如果他的动机真的是这样，好像一切就合理了。小姐，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为了横刀夺爱，故意不清除高大人的余毒。虽然他行迹可疑，我们也不能再随便冤枉好人。只要试一试，就能证明他是不是别有居心。哎，白姑娘，您就别再为难我了。我有很重要的事，一定要亲口告诉高大人。就不能由我代为传达吗？哎呀，我们家小姐想高大人想的夜不能寐，这话你能传达吗？让白姑娘进来。道长对这件事了如指掌，应该是谋划已久，恐怕不会只是替浩庭主持公道这么简单吧。修道之人，谁不想功德圆满，飞升天界？其实，我帮浩庭报仇，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因果。除此之外，若能夺得钟云飞的仙体，炼成神丹，更能加速我修成大道。这应该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这是共谋其利的事。一旦你们吃了神丹，得到的好处绝对不会比我少。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知道，你们一直想夺得茶魁的荣誉。可你们一旦吃了仙丹，脱胎换骨之后，那便是活神仙。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茶魁，就是整个朝廷，也得听你们差遣。爹，您就别再怀疑道长的用心了。反正钟云飞不会放过我们，就算为了自保，也得跟道长联手才行啊。你说的也对，凭我们的能力，根本对付不了钟云飞。只能靠道长大力相助。事不宜迟，道长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钟云飞贪恋女色，想逆天而行，以凡人之身与白宁宇再续前缘，我们就利用他这一点，让他自寻死路。一切听从道长安排。我还想与你再续师徒之情，教你法术，让你自己报仇。谢师父大恩。白姑娘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你一直无法康复，我怀疑是钟大夫在暗中动了手脚，所以想请刘大夫来确认虚实。你为什么会怀疑是钟大夫？原本我怕你担心，想等你痊愈之后再告诉你一些事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，就算会得罪钟大夫，我也要说明真相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尽管直说。你还记得我前几日跟你提过，在茶园遇到一个举止轻薄的疯子吗？啊，那个疯子就是现在的钟大夫。钟大夫，大人，如果真的是白姑娘说的这样，那这些事就不是单纯的巧合了。照这么说的话，这个钟大夫的行为的确值得怀疑。看来我真的是枉做好人了。钟大夫，你别误会，好啊，如果你觉得我居心叵测，现在可以让这个大夫去给你复诊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暗中动手脚。好，检验一下就能真相大白。若真是我冤枉了你，你让我怎样赔礼道歉，我都答应。刘大夫，麻烦您现在就替高大人把脉复诊。好的。根据脉象显示，高大人确实因为气血淤塞阻碍排毒，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异状。钟大夫，白姑娘只是一时心急，有所冒犯，还望你能见谅。白姑娘不怀疑我居心叵测，我已经很庆幸了，怎么还敢生她的气呢？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免得影响别人治病。钟大夫，钟大夫，请留步。钟大夫，我还没来得及道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。你想怎么道歉啊？对不起，我理当心存感激，不该对你有所怀疑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小女子一般见识了。我其实只是想让你信任我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哦，对了，高恒的身体很快就能痊愈了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会住在城中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师傅，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我现在就传授你功法铁甲符。铁甲符！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会住在城中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真奇怪，他到底希望我问他什么？
小姐，别胡思乱想了，免得待会儿睡不踏实。小妍，啊，你说梦境和现实会不会真的有关联啊？那得看你做了什么梦才知道啊。前2天，我梦见钟大夫和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女子，一会儿卿卿我我，一会儿生离死别。原本吧，我没怎么在意，可是他问了我2次有没有什么话想说。你说他是不是知道我做的这个梦啊？小姐，你想多了吧？他又不是神仙，怎么会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梦啊？或许他跟我做了一样的梦，所以想试探我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为了报恩，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去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再怎么感动，也不可能这么想。那就好。我呀，替高大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我心烦着呢，你就不能正经点儿？小姐，你这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肯定是这2天总想着他会打什么坏主意，才会做这种怪梦的。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你要赶快把这个梦给忘了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所有的烦恼就都忘啦。或许真的是我庸人自扰，我怎么会傻到了为了梦境心烦呢？大人，哎，耿谦，看您精神好多了，应该不碍事儿了。我觉得气血通顺，相信这余毒已经彻底清除了，应该很快就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钟大夫呢？哦，他在城西租了一处院子，继续留在本地悬壶济世。哦，这不，我刚给他府上送了谢礼。哎，好。钟大夫医术高明，他若真能留在这里，也算是百姓之福啊。哎，大人，虽然您跟白姑娘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，可是钟大夫对白姑娘确有倾慕之心呐。哎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不担心她的人品。哎，大人，您不担心她的人品，不可不相信她的人性。大家都是男人，谁还不知道那点事儿啊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也得怀疑你的人品喽。哎，大人，我这可是一番好意啊，大人。再说了，这钟大夫长得还算周正，虽然不及您，不过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认为钟大夫不会骚扰白姑娘，我反而担心那个凶手会再有所行动。啊，大人您放心，我已经暗中派人保护白家了。御赐的牌匾应该很快就会送到了，一旦尘埃落定，相信觊觎茶魁的人就会死心，不会再兴风作浪了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请，请，哎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好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白庄主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高大人，此次朝廷不光御赐了茶匾，还特意为此茶赐予了茶名。耿谦，宁雨香。哎呀，谢主隆恩呀！哎呀，完事儿。白庄主，朝廷特意叮嘱，务必在30日之内将此茶送达京城。你应该能如期备妥吧？请高大人放心，我会加派人手采收新茶，绝不敢有误。那就好。
封茶魁虽然是很大的荣耀，却也责任重大，容不得一点闪失。所以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跟您一起去茶园督工。好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茶园的茶树都枯萎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快去看看！走，老爷。走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？既没有天灾，也没有虫害，为什么茂盛的新叶会突然枯萎呢？哎呀，我和茶农已经仔细地查看了一遍，根本找不出原因呐。天要亡我白家呀！30天之内要我向当今圣上送上贡茶，这让我们拿什么送啊？难道让我送出这条老命去吗？老爷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这一次我们肯定难逃死罪了。爹，您先别着急，或许这些茶树还有得救。怎么救？新叶全都枯萎了。看来我们白家注定要毁在我白可风手上，我愧对先祖啊！爹，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，要不我去请高大人向朝廷求情，看看能不能宽延期限。对，高大人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你快去求他救救我们白家吧，快去！你们回家等我的消息。快去！快去！师傅，您这招真是太高明了，先让白家爬上顶峰，再让他狠狠地摔下来，这下想不死都难喽。先别急着高兴，如果高恒为了袒护白家，把这件事给压下来，我们岂不是空欢喜一场？这就得靠你了，必须得给高恒施压，不能让他只手遮天。放心，成事或许我火候不够，可败事可是我最拿手的。你们还要记着，现在还不能让钟云飞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尊者，要让他一直认为是凡人在争斗。他知道的越少，我们胜算的几率就会越大。这茶园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全部枯萎呢？大人，依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白家是肯定不能在期限之内进贡御茶。这件事得立刻奏明朝廷，以免担上责任呐。大人，既然事有蹊跷，就应该先查明真相，再上报朝廷。将军这么说，这岂不是陷大人背上徇私袒护的罪名吗？我看是你想落井下石吧。我跟白家无冤无仇，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。你凭什么给我冠上莫须有的罪名啊？哼，是不是公私分明，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耿谦，我自认为坦荡，不得不提醒大人。哦，你有什么要提醒我的？恕下官冒犯。官吏县上下都知道大人与白家的关系密切，延误上贡，当属欺君之罪。倘若大人隐瞒不报，一旦朝廷发现了，势必会以徇私袒护论罪。就算大人为了私情甘愿赔上自己的前程，可是皇上对大人是恩重如山呐，大人就不怕皇上为难吗？白姑娘，钟大夫，你这是要找高恒求救？你怎么知道？
白家出事了，我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，高恒解决不了任何的危机。你真的能帮我？我既然答应你的事情，当然不会失信于你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我不求让你喜欢上我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必须答应我拒绝高恒的求婚，给我一个改变我们关系的机会。做梦吧你！难道你非要让白家满门抄斩？你要跟高恒结为夫妻吗？我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嫁给高大人。不过，你这种无耻趁人之危的条件，我是绝不会答应的。我无耻？我趁人之危？我帮你也不是一次两次，有要过回报吗？我现在只是让你拒绝成亲，又没让你嫁给我，你有什么好不答应的？你的恩情，我点滴在心。可我不接受威胁，高大人肯定有办法帮白家渡过难关，而且他绝对不会跟你一样挟恩求报。你也太看得起高恒了！你以为高恒会义无反顾地帮你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会义无反顾地帮你，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不让你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那个高恒，跟我根本比不了。那是，要说脸皮厚，高大人当然跟你比不了。你听清楚了，我在高大人心里到底重不重要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过我会证明，他才是值得我喜欢的男人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答案。如果高恒让你死心的话，你到时候回来求我，我要的条件就不止这么一点点了。那你就慢慢等吧。请让开。你可别后悔！白姑娘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和耿谦已经商议过此事。这件事恐怕很难平息，必须求得皇上开恩，才会有转机。你真的愿意替我们向皇上求情？当然。不过，为了避免他人非议，我还是要先公事公办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理直气壮地上京求情。公事公办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茶树突然枯萎，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，御茶无法如期上供，已成事实。所以按律，我还是要先收押你爹。你明明知道我们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一定要收押我爹？白姑娘，你先别急。虽然我无法免除你爹受委屈，可我一定会陪他进京，力求皇上网开一面，替他赦免罪责。可是，如果皇上不肯开恩，那我爹是不是就难逃死罪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替你爹脱罪的。你能不能老实的告诉我，我爹能活着回来的机会有多大？哎，白姑娘，我相信大人定会尽力保白庄主周全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大人了。我也不想为难大人，可他是唯一能救我爹的希望啊！白庄主当然要救，可是你也要站在大人的立场想一想，一旦处理不当，那大人也会受到朝廷问责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可是我真的害怕我爹会一去不回。你能不能暂时别收押我爹，先回京求情？白姑娘，就算我权力再大，也大不过朝廷；就算我想徇私包庇，也不可能只手遮天。倘若你爹当初不贪图虚名，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白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是我不该强人所难。高大人就公事公办吧。哎，白姑娘，
就算我想徇私包庇，也不可能只手遮天。倘若你爹不贪图虚名，又怎么会落得今日这个地步？我跟你说，就是他。这就是那个白灵雨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就是。走走走，你以为高恒会义无反顾的帮你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会义无反顾的帮你，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不让你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那个高恒，跟我根本比不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这个白家的白宁宇啊，他们呀，争着插种，什么肮脏的手段都使出来，太脏了！听见了吗？我不能说两句。他居然去求高恒，也不答应我的条件。 气死我了！你这么做，除了为难自己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意义。你少废话！我宁可为难自己，也不会像你这个懦夫一样，甘心失去挚爱的女人。如果你真的喜欢白宁宇，就应该帮她渡过难关，否则，她只会更讨厌你。她就算再讨厌我，她也是我的。 绝对不会让她嫁给高恒。不行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让白宁宇喜欢上我。弟子白宁宇恳求仙尊大发慈悲，帮助白家渡过难关。爹爹年事已高。 这飞来的横祸真的不是他的错，我真的不希望他出任何的事情。只要能保我爹爹平安，白宁宇甘愿带他受苦受难。如果这次能化险为夷，弟子甘愿吃长素，终生行善，以谢仙尊大恩大德。 关大人，敢问有何事啊？收押白可风，查封白家。别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不能查封啊！爹，宁宇，儿无能，救不了您。快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尽力了，都是爹咎由自取啊！现在您想明白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 给我带走！不是，宁宇，赶紧给我放开，否则我就以妨碍办案的罪名一并拿下。主，我愿意跟我爹爹一起入狱。别呀！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的孝心，一起押走。你抓我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为了救你。我不需要你救，我要回去。哎，等等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高恒绝不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你，他心里只有官位。他是为了保官位，那你呢？趁我落难就提出那般无理的要求，真是50步笑100步。我当时确实是着急过头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会帮助你，不会提任何要求。你别装了，现在说这种好听的话太迟了。哎，你等等。 我之前确实是操之过急了，如果你知道我们前世的因果，你就不会再怀疑我了。我没有什么因果。
来你掌握了我的梦境，难怪你一直追问我有没有话想问你。这不是梦境，是你前世的记忆。你不要再用这种骗人的法术来骗我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跟你说实话了。其实，我是降妖尊者钟云飞，不是凡人。就算你是降妖尊者钟云飞，钟云飞就不会骗人了吗？我现在只想帮你解决问题。好啊，你说你想怎么做？其实这件事情也不难，只要能让白家护卫的茶树复活，白家就能免除死罪。你真的能让茶树起死回生？没关系，我只是灵力消耗过多，休养几日就没事了。钟大夫，不，钟云飞，谢谢你。我先扶你休息一下吧。小心！大胆妖人，居然敢用妖法作乱！你是哪位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用的是妖术？哼哼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要不是你事先用妖法作怪，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将茶树恢复原状？你如此武断，看来是做贼心虚。恶人先告状吧。哼！徐浩庭，你不必惺惺作态了。若不是你们暗中搞鬼，又怎么会突然跑到白家茶园来？你还真是不值得同情啊！我本来是可怜你们白家的遭遇，特地请我师父出马解围，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是非不分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徐家的作风我清楚得很，你会仗义相救，鬼才相信。你们两家的恩怨，贫道不想多问，可修道之人自有天职，绝不允许有人利用妖法祸害百姓。师父说的对，像这种为非作歹的妖道，一定得抓起来，送到官府问罪。这个和徐浩庭一起来的人，不知实力如何，却是来者不善。我现在灵力虚弱，不可冒险。傅群，你不要再助纣为虐了，你跟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你会后悔的。少在我面前假仁假义，女妖兽害人才是罪该万死。
没事吧？你快走，不用管我。你为了救我才受的伤，我怎能弃你不顾？快走！走！多谢月莽兄弟出手相救，尊者客气了。尊者对狼族有恩，我理当效力。啊，你别害怕，月莽兄弟是灵兽，和普通荼毒生灵的妖兽不一样。救命之恩，白宁宇在此谢过。唉，白姑娘别这么客气，尊者的朋友就是狼族的朋友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一定替你出气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啊，说起来也赶巧，前2天我听族人说，在关丽县发现了尊者的踪迹，所以特地赶来叙旧。这不，正好还能帮尊者解围。那我真的是命大呀，还能有如此机缘。我看刚才那2个人，应该不是妖兽，怎么会与尊者为敌呢？造化怒人，那个徐浩庭，是傅曲的转世，而且注定与我为敌。王道长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也许就是我争取爱情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他真的没有骗我，确实是想要尊者钟云飞，而且也是真心想与我重续前缘。这群狼妖竟敢坏我们大事，我定饶不了他们。师傅，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就是当钟云飞受伤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也感觉心头一痛？转世元神存留部分的前世记忆，这没什么可新鲜的。更何况上天要你亲手讨回这笔血债，当然你对钟云飞的感应会特别的强烈。那么师傅能否告诉我一下，当年钟云飞是怎么害死我的？当年你和柳寒烟因为敬重钟云飞，3人义结金兰，可没想到钟云飞贪恋男女之情，违反天道。他为了偷生，将你2人作为祭品，逃过了天道的惩罚，却害得你2人要饱受这轮回之苦。像他这种为了保全性命而背叛兄弟的无耻小人，理当天打雷劈。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奇怪，为什么傅曲转世之后，元神还在，念儿却没有任何前世记忆？或许，这就是天界的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天界的人只要保有元神，就可以保存前世的记忆。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，所以也只是猜测。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，否则徐浩庭怎么会有傅曲的玄天意？不过有件事情，我怎么样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每次我打伤徐浩庭的时候，傅曲的元神都会停留片刻？你是用灵力打伤徐浩庭的。以我们兄弟之间心灵相通的特质，所以傅曲的元神才会有片刻的苏醒。哼，那我就见他一次，打他一次，直到把他的元神打醒为止。我这只是猜测，你可别乱来。我想怎么做，你管得着吗？你。
尊者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想了想，处理徐浩庭他们的事，还是由我来代劳比较好，免得尊者为难。不用了，等我灵力恢复以后，我会自己去解决，你别担心。一切听从尊者安排。九郎和芊芊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九郎选择成为凡胎，寿元比狼族短暂。他们夫妻已经去世多年了。虽然时间短暂，但是能幸福的度过，也死而无憾了。尊者说的没错，他们夫妻生前确实过得幸福美满，不仅生活无忧无虑，而且儿孙满堂，一生也算是圆满了。我经历了千辛万苦，终于与所爱之人相见，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福气啊！风太大，背着凉。多谢。还在担心你爹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茶树已经恢复，高恒再没有理由继续关押我爹，我应该尽快回去，请他放人。可是我的灵力还没有恢复，如果回去遇见埋伏，恐怕会有危险。好在月莽兄弟说会帮我尽快恢复灵力。今日一战，我发现钟云飞的心魔已经控制了他的元神。太好了，钟云飞真的遭到了心魔反噬。不过，钟云飞有了狼族的那些帮手，就算成了魔，想要生擒他也不容易啊。哼，区狼族能翻起多大的浪？下一步，我们可以利用官府的力量。我就不信钟云飞为了白宁宇敢指使狼族残杀凡人。妖王觉得关达能说服高恒与钟云飞为敌吗？哼，这个简单。只要坐实钟云飞勾结妖族的证据，高恒肯定会全力缉拿钟云飞。多谢月莽兄。能为尊者做点事，是我们狼族的福气。你也早些回月贵族吧，毕竟身为族长，你不能离开太久。尊者多虑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尊者的安全。在没有消灭那些妖兽之前，我怎么能放心回去？妖王死了以后，其他妖兽的实力都不强，我还能够自保。反正我回去也不能安心，还不如留下。好吧，有你在，我心里也踏实。哦，对了，
我看偷袭尊者的道士法术高强，而尊者又不能伤害凡人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势必有所顾忌。要不要我先除了他，以绝后患？不，先留他一条生路。如果他敢伤害白宁宇的话，我就算遭到天谴，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。又要坏啊！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啊！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大人，这白家茶园真挺邪门的，可能和妖术有关。如此一来，已经有2方势力在背后以妖术暗中较劲，一方是陷害白家，而另一方在替白家解围。没想到这争夺茶魁之事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甚至引起双方斗法。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正常的明争暗斗还好解决，一旦牵扯到妖术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对付。唉，大人，我认为白家的背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否则怎么会卷入这么大的风波呢？高大人，这位就是高大人，这是福天道长。福天道长啊，昨夜城内有狼妖肆虐，已导致2人丧生。幸亏福天道长及时斩杀了狼妖，才避免了更多的百姓遇害呀！本官替官吏县百姓感谢道长仗义相助，为民除害。大人谬赞了，贫道所诛并非主凶，恐怕得根除罪魁祸首，方能保地方平安。哦，道长的意思是还有其他狼妖？如果只有狼妖倒也罢了，最可恨的是，居然还有危害人界的邪修引狼入室。邪修？此人勾结狼妖残害百姓，简直罪不可恕。请问道长，这邪修是何人？贫道昨日来官吏县看望徒儿浩庭，听他聊起白家茶园之事，觉得与妖术有关，所以想亲自去查看一番。不料正好撞见那个邪修和狼妖正在施法。唉，怎奈贫道人单力薄，竟被他们给跑掉了。事后得知，他就是以郎中身份掩人耳目的钟正南。钟正南？这……你确定钟大夫就是邪修？当然确定，而且我发现白宁宇的反应相当异常，好似自愿与他们为伍，而且还不允许我们师徒2人多管闲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大人，白姑娘为了挽救白家，确实有可能受钟正南的胁迫。这么说来，钟正南之前一直纠缠白姑娘，现在用手段逼迫她妥协，目前是最合理的解释了。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男女情爱，这件事反而倒容易解决。哦，那道长有何高见？既然白宁宇以白家作为交换条件，
倘若白可风继续遭到收押，钟正南肯定会有所行动。大人不妨以白可风作为诱饵，引诱他们自投罗网。玉莽兄弟，回玉园，我陪白姑娘就好了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那我们就在城外守着，随时等尊者召唤。尊者，狼嚎有我的神识，一旦有事，尊者可用狼嚎跟我联系。注意安全。多谢兄弟。告辞。